公司临时取消年会，把钱发给了各部门自行聚餐。我因堵车迟到，刚要推门进去，却无意中听到新来的女实习生诋毁我。叶晨平时有事没事总往我这凑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他这种老登就不能惯着，一会儿把店里最贵的菜全点上10份，大家吃不完打包哈，我让叶晨买单。所有人都在欢呼，夸他00后整顿职场。我默默松开门把手，看着服务员把菜上齐了才走。离开后，我在部门群里发消息，家里临时有事，聚餐我就不来了。这5000是公司发的年会经费，大家吃好喝好。说完就直接退出了群聊。见我退出群聊，他们全都慌了。包厢门口，杜姐点菜的声音听得一清二楚。这个，还有这个，都要最贵的，每样来10份。服务员，那酒给我们全开了，醒上，怕什么？我们叶经理有的是钱，想追我，这点血都不出怎么行？话音落下，包厢里当时一阵起伏。这时有人好心提醒了一句：“杜杰，叶经理还没到我们就点菜，这不好吧？再说了，点这么多吃得完吗？”谁知杜杰把脸一甩：“吃不完打包带回家喂狗啊！我就是要整顿一下这种职场油腻男上司，让他知道本姑奶奶不是好惹的。”对，小杰说的对。00后就是猛，叶晨平时抠抠搜搜的，是该让他出血。闻言，我松开了握着门把手的手。本来因为迟到，我就打算多点一些好菜，超出的钱我自己掏，就当是我作为部门经理的道歉。但听到杜杰这样说，这顿饭我吃不下。坐在回去的出租车上，看着手机屏幕上不断弹出的消息，突然意识到还有一个没有领导的大群没有退。这会儿那个群的消息正以每秒10几条的速度刷新，实习生杜杰艾特了我几10次。叶晨，你什么意思？人都到门口了又走，你是不是玩不起？你是部门经理，这顿饭本来就该你请，5000块够谁吃的？打发要饭的呢，赶紧回来买单，别让我看不起你。后面还跟着几张照片，澳洲龙虾刺身，1人1只，2万多一瓶的红酒，开了3瓶，还有堆满桌子的高档海鲜。同事张瑞私信问我：“叶晨，你真走了？这菜都上了，账单快10万了，你不在谁付钱？谁点的谁付，公司预算就5000，我全赚了。”别闹了，杜杰那小姑娘不懂事，你跟她计较什么？赶紧回来吧，服务员拿着单子在旁边等着呢，大家都很尴尬。大家尴尬，我又不尴尬。你这不是让大家下不来台吗？这酒都开了，退不了。杜杰不是叫嚣着要整顿职场吗？那我就给他这个机会。没一会儿，部门副经理韩征的电话打来了。韩征平时就跟我面和心不和，一直盯着我的位置。电话那头，韩征的语气带着一丝幸灾乐祸：“老叶啊，你这是做的不地道，我们大家都在等你，你甩手走了，把一屋子人晾在这儿。”我语气冷漠地回复道：“我家里有急事。”什么急事比部门聚餐还重要？你走了这一桌菜怎么办？公司给的5000经费，我发群里了。5000，这桌菜起码10万，剩下的钱谁出？难道要大家 AA 啊？说着，他顿了顿，当着电话那头杜杰的面当起了老好人。老叶，你是领导，要有担当。我懂规矩，公司的规矩就是聚餐预算5000，超出的部分谁主张谁负责。杜杰是新来的，不懂规矩。你是老人了，也不懂。谁知我根本不吃他这一套，一字一句的回对道：“那就谁点的谁出。”被我驳了面子，韩征直接暴跳如雷。行，叶晨，你有种，这是没完。以前我就是太有担当了，什么锅都背，什么烂摊子都收拾，才惯得这帮人以为我好欺负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一进办公室就感觉气氛不对，所有人都在看我，眼神里带着鄙夷、愤怒，还有等着看好戏的幸灾乐祸。杜杰坐在工位上，眼睛红肿，看到我，他猛地站起来，把手里的文件夹重重地摔在桌上。叶晨，你还是个男人吗？他这一吼，所有人都停下手里的活，目光汇聚了过来。我走到自己的工位前，淡定地放下公文包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上班时间大呼小叫什么？怎料杜杰快速冲到我面前，指着我的鼻子数落起来：“你少给我装蒜！昨晚你是故意的吧？说好你请客，结果你跑了，害得我们每人掏了5000多才走得掉。”此时周围的同事都围了上来。张瑞黑着脸说道：“叶晨，这是你确实做得太绝了，大家都是打工的，1个月工资才多少？一顿饭干掉半个月工资，这年还怎么过？”另一个女同事也阴阳怪气：“就是叶经理年薪几10万，当然不在乎这点钱，我们可不像你，还要养家糊口呢。”韩征靠在挡板上，趁机落井下石：“老叶，昨晚大家凑钱的时候，可是把你祖宗18代都问候了一遍。杜杰一个实习生，卡里没钱，还是刷的信用卡。你这领导当的，真让人寒心。”我看着他们一张张愤怒的脸，心中冷笑。昨晚吃龙虾的时候，你们可不是这副嘴脸。那时你们在欢呼，夸杜杰干得漂亮，等着我这个冤大头买单。我眼神死盯着杜杰，质问道：“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请客？”面对我的质问，杜杰瞪大了双眼：“群里通知聚餐，不都默认领导买单吗？而且我要点菜的时候，你也没说过不行。”闻言我直接笑了：“你点菜的时候我可没在，我当时被堵在了路上。”那是你的借口，你就是想看我出丑，报复我拒绝你的追求。杜杰提高了嗓门：“大家评评理，这种小心眼的男人配当领导吗？”追求你？我摇着头苦笑：“我什么时候追求过你？你别不承认，平时总叫我去你办公室，还非要带我出去见客户，不就是想对我图谋不轨吗？我没答应你，你就怀恨在心，设局坑我。”杜杰越说越激动，眼泪说来就来，摆出一副受害者的姿态。这时，周围的议论声更大：“真恶心，利用职权骚扰你下属，平时看着人模狗样的，没想到背地里这么龌龊，这种人就该被开除。”之所以带他见客户，是因为他是市场部新人，需要熟悉业务，把他叫去办公室，是他的周报毫无逻辑，我得手把手教他改。想到这，我把眼神锁定在了杜杰脸上。杜杰，
说话要讲证据。昨晚是你自己点的菜，每样10份，还要最贵的，是你自己说要整顿职场，让大家打包带走。怎么，现在钱付不起了，就往我身上泼脏水？此时杜杰还在尖叫着狡辩，我那是为了活跃气氛，我以为你会来买单，谁知道你这么抠门。你要是付不起，早说啊，装什么大尾巴狼？公司发的聚餐经费是5000，我已经全额转给你们了。5000够干什么？连瓶酒都买不到。杜杰边说边从包里掏出一叠发票，拍在我桌上，一共98000，扣掉你那5000，还有93000，这钱你必须出，把大家的钱退回来。我看着那堆发票，淡定的笑了笑。谁吃的谁付。杜杰气得浑身发抖。这时韩征走了过来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别闹太僵，大家都在一个部门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。这钱虽然多了点，但对你来说也不是拿不出来，你就当破财免灾，把这事平了，不然传到大老板耳朵里，对你影响不好。他话里话外都是在威胁我。要是以前为了部门和谐，我可能真会捏着鼻子认了。但现在看着韩征那假惺惺的笑，看着杜杰那理直气壮的贪婪，看着同事们逼宫的架势，我冷哼一声：韩征，你这么大方，你替他付。闻言，韩征脸色一僵：老叶，你这就没意思了，是你惹的事，凭什么我付？我惹的事。我没忍住笑了。菜是杜杰点的，酒是杜杰开的，也是你们喝进肚子里的，我一口没吃，一口没喝，连门都没进，怎么就成了我惹的事？这时杜杰大喊大叫起来：因为你是经理，经理就要负责。经理是负责工作的，不是负责给你们的贪欲买单的。我把桌上的发票扫到地上，这钱我1分都不会出。杜杰尖叫一声，像是受到了极大的侮辱。叶晨，你给我等着，我要去告你，我要让全公司都知道你的嘴脸。说完，他转身冲向总经理办公室。韩征看着我，幸灾乐祸地摇了摇头：老叶，你完了，杜杰上面可是有人的，而且现在的舆论环境你也知道，这是闹大了，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同事们也散开了，回到工位上小声议论。这下有好戏看了。叶经理这次怕是要栽。活该，谁让他那么抠？我一脸不屑地回到工位，心中暗爽：告我，好啊，我正愁没机会把这事闹大。我打开微信，找到了昨晚我在包厢门口录的录音，本来是想发给大老板说明情况，没想到现在派上了用场。录音里，杜杰的声音很清楚：想追我，他也配？我可不惯着他，一会儿我就把店里最贵的菜全点上10份，大家吃不完打包，我让叶晨来买单。我把录音文件传到电脑上备份，然后开始写工作汇报，内容是关于市场部近期预算超支、实习生管理混乱以及部分员工试图利用聚餐进行职务侵占。半小时后，人事经理通知我去会议室，走进去时，杜杰正坐在总经理对面哭诉。总经理老赵是个50多岁的地中海，平时就喜欢和稀泥，看到我后皱了皱眉：叶晨，怎么回事？一个小聚餐怎么搞成这样？杜杰抢着开口告状：赵总，您要为我做主啊！叶经理他欺负人，他故意设局坑我们，害得我们每个人赔了好多钱，而且他咬着嘴唇，欲言又止。老赵不耐烦地敲了敲桌子：还什么？他还……话音落下，会议室里一下安静了。老赵的脸色瞬间沉了下去。在职场上，一旦沾上这3个字，百口莫辩。叶晨，有这回事吗？老赵神情严肃地盯着我，我拉开椅子坐下，一本正经地回复道：没有。你撒谎！杜杰从手机里翻出几张截图，递给老赵：赵总您看，这是他平时的聊天记录，大晚上给我发消息，还非要开车送我回家，我不答应，他就给我穿小鞋。老赵接过手机看了看，眉头皱得更紧了。看到杜杰手机里的截图，老赵的眉头皱得更紧了。叶晨，你怎么解释？老赵说的就把手机推到我面前，我扫了一眼，截图页面上正剩下我问的你在哪，要不要送你的片段，却把前面他说叶经理我打不到车好害怕的语音删掉了。对此，我义愤填膺地说道：这是断章取义。赵总，您可以查查完整的聊天记录。聊天记录我删了，那种恶心的记录我留着都觉得脏，幸好我留了个心眼截了图。看着杜杰一副无赖的样子，我直接笑了。玩死无对证是吧？杜杰根本不搭理我，只是一个劲地对着老赵哭诉：赵总，我一个女孩子，名声多重要，要不是被逼急了，我怎么会把这些事说出来？现在全部门的人都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以后还怎么在公司待啊？老赵叹了口气，对着我一顿训斥：叶晨啊，不管怎么说，昨天聚餐的事你确实处理的欠妥，你是领导，要有容人之量。杜杰是新人，不懂事，你多担待点。我冷哼一声，果然又是在和稀泥。那赵总的意思是这样吧，昨晚那顿饭钱你给包了，至于既然没有实质性证据，杜杰你也别到处乱说，对大家影响都不好。叶晨，你给杜杰道个歉，这事就算翻篇了。闻言，我差点笑出声，让我出10万块，还要我道歉，这就是所谓的处理。我一改平日唯唯诺诺的形象，盯着老赵的眼睛，一字一句的说道：赵总，这钱我不能出，道歉更不可能。听到我的回答，老赵直接火了。叶晨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我是为了保你，这事要是闹大了，公司会开除你，到时候你背着女下属的名声，在这个行业还怎么混？就是，杜杰有了靠山后，气焰更嚣张了。你要是不赔钱道歉，我就去网上曝光你，让网友们评评理，我看你以后怎么做人。标题我都想好了，经油腻男上司求爱不成，设局坑骗00后实习生10万元餐费。杜杰一脸得意，说着还打开手机炫耀：我现在可是有很多粉丝的，只要我一发，你就等着社死吧。闻言，老赵的脸色变得铁青。杜杰，别胡闹，
公司的名声还要不要了？那就要看叶经理怎么表现了。杜杰抱着双臂，一脸吃定我的表情。要么把9万8付了，再给我2万精神损失费，这是私了；要么我就发视频，鱼死网破。我看着他那副嘴脸，心里最后的怜悯也消失了。老赵，你也听到了，他在威胁我。见此情形，老赵有些尴尬，但还是劝我。叶晨，破财免灾吧，2万块对你来说也不多，别因小失大。如果我不呢？老赵沉下脸，略带威胁的说道。那你就是不服从公司安排。叶晨，你要想清楚后果。我想得很清楚。说着，我站起身，整理了一下西装。既然杜杰想曝光，那就让他曝光吧。我也挺想看看到底是谁社死。说完，我转身就要走。老赵气得把桌子一拍。叶晨，你给我站住！老赵气得把桌子一拍，对我大吼大叫。叶晨，你给我站住！你今天要是出了这个门，明天就别来上班了。闻言，我冷哼一声，头也不回地走出了会议室。回到工位，我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，周围的同事都在小声议论。这时韩征走过来，假惺惺地说道：老叶，这是何必呢？跟钱过不去，你这一走，这几年的努力可就全白费了。韩征，你不用在这装好人。说着，我把相框放进了纸箱。这个位置你惦记很久了吧？现在归你了。韩征眼角的笑意藏都藏不住。哎呀，看你说的，其实我也想帮你，但你这脾气太臭了，以后常联系啊。这时，杜杰从总经理办公室出来，脸上挂着胜利的笑。他走到我面前，居高临下的开口嘲讽：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呢？叶晨，你要是昨晚乖乖把钱付了，哪有今天这事？现在好了，工作丢了，名声臭了，钱还得照样赔。你要是不赔，我就天天去你家门口呢。他凑近我耳边，压低声音：我告诉你，我表哥就是小混混的，你要是不把钱吐出来，我就让他去你家里问候一下。听到这，我手里的动作停住了。你在拿我的家人威胁我？是又怎么样呢？杜杰一脸挑衅地说道。怕了吧？怕了就赶紧给钱。但是我现在改主意了，我要15万，少1分都不行。我看着他因为贪婪而扭曲的脸，心中暗喜。本来我还想给他留一丝机会，现在看来没必要了。杜杰，记住你现在说的话。说完，我抱起纸箱，大步走向电梯，身后传来杜杰的嘲笑声：装什么酷啊，丧家之犬！电梯门关上后，我拿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。张律师吗？有一个涉及敲诈勒索、职务侵占、诽谤的案子，需要麻烦你一下。挂断律师的电话后，我打开我大学同学群，里面有不少兄弟在媒体和公关公司工作。兄弟们，有个大瓜独家爆料，带录音带视频，素材管够。有人想整顿职场，我想帮他一把。这句话像在平静的水面上扔了个炸弹，群里瞬间热闹起来。紧接着，我把昨晚的录音、刚才在会议室偷偷录下的对话，以及杜杰在群里骂我的截图，全都整理好。尤其是他最后威胁我家人的话。下午3点钟，杜杰果然动手了。他在短视频平台发了一条视频，视频里他哭得梨花带雨，控诉遭遇职场霸凌和。标题很惊悚，00后整顿职场反被报复，油腻男上司设局逼迫实习生买单10万天价晚餐。视频剪辑得很高明，只放出了那张巨额账单，还有我在群里发的那2句话，配上他哭哭啼啼的旁白。我只是个刚毕业的实习生，1个月工资才3000，叶经理平时就总是暗示我不答应，他就故意在聚餐的时候跑路，让我们背债。他还威胁我说，如果不听他的话，就让我在行业里混不下去。视频传播得很快，不到2小时，点赞就过了10万，评论区全是骂我的。这种垃圾男怎么不去死？人肉他，曝光他的信息。心疼小姐姐，00后整顿职场太难了。这就是职场现状，恶臭男权。我的手机也被陌生电话打爆了，各种辱骂的短信涌了进来，甚至有人找到了我的私人社交账号，在下面疯狂刷屏。这时，老赵给我发来信息：叶晨，你看看你干的好事，公司电话都被打爆了，你赶紧发声明道歉，承担所有责任，否则公司法务部会起诉你损害公司名誉。面对漫天的指责和辱骂，我没有解释，我在等热度再高一点，等杜杰觉得已经赢了，彻底放松警惕的时候。晚上8点，杜杰开启了直播，看了一眼在线人数10万加，我心中狂喜，我等待的时机终于来了。晚上8点，杜杰开启了直播，他在直播间里疯狂卖惨，顺便挂出了收款码，要众筹还那顿饭钱。谢谢家人们，我真的没办法了，那9万多我是借遍了朋友才凑齐的，现在还要还信用卡。那个叶晨已经被开除了，但他不仅没赔钱，他还威胁我，家人们给我刷个火箭，我曝光他的家庭住址。直播间里礼物满天飞，杜杰笑得合不拢嘴。谢谢大哥的嘉年华，大哥大气，对，这种人就该死，大家支持我去告他。看着屏幕上他那张扭曲的脸，我冷笑一声，时机差不多了。而就在我谋划如何让他付出代价时，我的房门被敲响了。开门，叶晨，你给我出来。仔细一听，是杜杰的声音。别躲在里面当缩头乌龟，欠债还钱。我赶忙走到门口，透过猫眼看去，只见杜杰带着3个花臂男站在我家门口，其中一个正拿着红油漆往我门上泼。叶晨，我知道你在家，赶紧把钱拿出来，不然今天废了你。而此时杜杰拿着手机正在直播。家人们，我现在就在这个人渣家门口，我要让他当面给我道歉。直播间里一片叫好，大塔大4塔，砸满，冲进去！我拿出手机，打开录像功能，对准门口，随后我拨通了110。喂，我要报警，
有人恶意上门敲诈，威胁我的人身安全。地址是……警察局离这儿开车只要5分钟。伴随着杜杰兴奋的尖叫和直播间网友的疯狂打赏，门外的撞击声震耳欲聋。家人们看好了，这就是正义的铁拳。杜杰对着镜头大喊：“今天就要让这个渣男付出代价！”我没再说话，只是静静站在客厅中央，举着手机，透过猫眼继续录像。每一声撞击，每一句威胁，都是呈堂证供。3分钟后，楼道里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厉喝。住手！警察都别动！刚才嘈杂的声音戛然而止。手机放下，关掉直播。此刻的杜杰惊慌失措，一脸委屈地说道：“警察叔叔，你们抓错人了，我是受害者，是来维权的，是他欠我钱。”维权带这几个人，维权泼油漆砸门，带走。这时我把门打开了，只见门口一片狼藉，红色的油漆顺着门板往下淌。3个花臂男已经蹲地上，杜杰的手机掉在地上，直播还在继续，镜头对着天花板。看到我出来，杜杰拼命挣扎着喊：“就是他诈骗！警察叔叔，你们抓他！”警察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地上的油漆和那几个纹身大汉。你是报警人？是我。说着，我把刚才录的视频递过去。这是他们刚才砸门和威胁的证据，还有他直播时的录屏，我都保存了。警察接过手机看了一眼，脸色严肃起来。都带回去做笔录。到了派出所里，杜杰还在撒泼。我没犯法，是他欠我10万块钱饭钱不给，我是被逼无奈才找人来要账的。警察一拍桌子：“欠钱你可以去法院起诉，带社会闲散人员上门滋事，还泼油漆，这是暴力催收。而且你刚才在直播里说要打断他的腿，这是恐吓，懂不懂法？”杜杰被吼得一愣，随即大哭起来。我是00后，我不懂这些，我就是气不过他欺负我。这不是违法的理由。轮到我做笔录时，我非常配合，我详细解释了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并且出示了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。我还出示了他在会议室勒索我15万的录音。杜杰因为寻衅滋事被行政拘留，那几个花臂男因为有前科，直接被刑拘。走出派出所大门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我知道这只是开始。杜杰虽然被拘留了，但网上的舆论已经在持续发酵。杜杰虽然被拘留了，但他的那条视频还在疯传，不明真相的网友还在骂我，甚至有人开始人肉我的父母。我直接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：“王律，动手吧，发律师函，起诉平台，起诉杜杰，还有那几个带头造谣的大 V。另外，把那些证据整理成一个完整的视频发出去，标题就叫‘这就是所谓的00后整顿职场，敲诈勒索，暴力催收，泼油漆实录’。”王律师的动作很快。中午12点，我的澄清视频全网发布。视频没有配煽情的音乐，没有卖惨的哭诉，只有冷冰冰的证据链。第一部分，杜杰在包厢门口嚣张点菜的录音。想追我，他也配点最贵的，每样10份。第二部分，我发的聚餐经费5000和转账记录，以及杜杰在群里的辱骂的聊天记录。第3部分，会议室录音，杜杰勒索15万，并威胁要曝光让我社会性死亡。第4部分，昨晚的监控录像，杜杰带着花臂男泼油漆、砸门，在直播间叫嚣要打断我的腿的画面。最后是一张派出所的受案回执和杜杰被拘留的照片。视频一发，网上直接炸了。原本一边倒支持杜杰的风向瞬间反转。卧槽，这反转闪了我的腰！电视分猜大宝未够，这女的脑子有坑吧？带人上门泼油漆，这也太嚣张了，必须严惩！心疼博主，这简直是无妄之灾。那些曾经骂我的大 V 纷纷删帖，有的开始道歉，有的装死。杜杰的账号也被平台封禁，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。我要的不仅仅是舆论的反转，而是彻彻底底的惩罚。下午，我接到了公司老赵的电话，他的语气180度大转弯，态度谄媚的让我恶心。哎呀，叶晨啊，都是误会。我看了网上的视频才知道，原来你是受委屈了。那个杜杰简直太不像话了。我语气冷漠的回应道：“赵总，有事吗？”是这样，公司这边呢决定撤销对你的开除处分，你明天回来上班吧。那个部门经理的位置还是你的。至于杜杰，公司已经决定开除了。不用了，我已经找好下家了。闻言，老赵明显急了：“别啊，叶晨，你在公司都8年了，而且这次的事，公司也是被蒙蔽了。这样，公司给你补发3个月奖金，当做精神补偿，怎么样？”老赵之所以变脸这么快，只是因为现在舆论反转，网友开始深扒公司，发现公司管理混乱，纵容实习生勒索老员工，甚至在真相未明的情况下逼老员工赔钱道歉，导致公司的股价今天都跌停了。老赵需要我回去澄清缘由，来挽回公司形象。赵总，感情当我被杜杰指着鼻子骂的时候，感情在哪？当你逼我赔那10万块冤枉钱的时候，感情在哪？被我这么劈头盖脸的一顿训，老赵装不下去了，气急败坏的：“叶晨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是吧？抱歉，我不想再见你们。对了，我还要举报公司财务违规的问题，之前报销的那些假发票我都留了底。”叶晨，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挂断电话，我把早已准备好的举报材料发给了税务局和总公司的审计部门。杜杰被拘留了7天，他出来的那天，我在派出所门口等他，专门为了给他送一份礼物。杜杰看着明显憔悴了很多，头发乱糟糟的，眼神里充满了怨毒。看到我，他下意识瑟缩了一下，但随即又露出凶狠的表情。叶晨，你害我坐牢，你毁了我，我跟你没完。见他还是执迷不悟，我笑了笑，把
把手里的文件递给他。这是法院的传票。闻言，杜杰愣住了，身体不自觉地开始发抖。敲诈勒索未遂、诽谤罪、寻衅滋事罪，数罪并罚。律师说你至少得进去蹲3年，还有民事诉讼。我指了指文件，你砸坏我家的门、清理油漆的钱，以及我的精神损失费、误工费、名誉损失费，加起来大概20万。听完我的话，杜杰的脸瞬间变得惨白，但依旧一副死不悔改的样子。我没钱，你爱找谁要找谁要。没钱？那好说啊。法院会强制执行，你会上失信名单，变成老赖，你以后坐不了高铁，坐不了飞机，你才22岁，你的人生才刚开始就已经结束了。说到这，杜杰彻底慌了，颤抖的后退。不可能，我爸妈会帮我的，我表哥会帮我的。你表哥？我没忍住，呼的一声笑了出来。那3个花臂男，他们已经被立案调查了，自身难保。至于你爸妈，我指了指不远处停着的一辆破旧面包车，一对中年夫妇从车上下来，满脸愁容，看到杜杰冲过来就是一巴掌。你个死丫头，你在外面都干了些什么啊？家里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杜杰捂着脸，难以置信地看着他爸。爸，你打我，是他欺负我啊！欺负你？网上视频我都看了，是你点菜不给钱，是你带人去人家家里闹事，警察都抓你了，你还狡辩。杜杰的母亲在一旁抹眼泪。小杰啊，咱家哪有钱赔人家20万啊？那是我们要给你弟弟买房的钱啊！我看着这一幕，心里毫无波澜，走过去将手里的传票晃了晃。叔叔阿姨，既然你们来了，这传票你们收着也是一样的，准备好钱吧，不然你们女儿真的要坐牢。闻言，杜杰的父亲一把抓住我的手，态度卑微的恳求：叶经理，求求你放过小杰吧，他还是个孩子，他不懂事，我们赔钱，我们砸锅卖铁也赔，求你撤诉吧，别让他坐牢啊！爸，你干嘛求他？他就是个人渣！杜杰尖叫着，眼神死死地瞪着我。你闭嘴！父亲回头吼道，然后继续向我求饶。叶经理，千错万错都是我们的错，是我们没教好，求你高抬贵手。周围路过的人开始指指点点，我后退一步，避开了他的道德绑架。叔叔，法律不是儿戏，有些错犯了就得付出代价，这不是我放不放过他的问题，是公诉案件，我也撤不了。至于民事赔偿，1分都不能少。说完，我转身上车，后视镜里，杜杰瘫坐在地上，嚎啕大哭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过得很充实。税务局和审计组进驻了前公司，韩正因为虚假报销和吃回扣，被查了个底朝天，直接被移送司法机关。老赵作为总经理，监管不力，加上公司股价暴跌，被董事会免职，灰溜溜的卷铺盖走人。至于那些曾经在群里逼我买单，在背后说我坏话的同事们，日子也不好过。原来那顿天价聚餐，我走后没人结账，在场所有人都不愿意掏。餐厅经理最后报了警，警察调解的结果是参与聚餐的人 AA， 每个人平摊了7、8千块。这对于一个月薪几千的普通员工来说，确实是一笔巨款。他们恨死了杜杰，也恨上了公司。市场部人心涣散，大批离职，而我入职了一家竞争对手公司，职位是市场总监，薪资翻倍。面试的时候，新老板笑着说：“我看过你的那个视频，逻辑清晰，手段雷霆，危机公关能力满分。我们需要的就是你这样的人。”3个月后，杜杰的案子开庭了。我作为受害人和证人出庭，杜杰站在被告席上，穿着囚服，整个人受脱了相，再也没有了当初整顿职场的嚣张气焰。庭审的时候，他一直在哭，不停忏悔。我是被网上的毒鸡汤洗脑了，以为只要打着00后整顿职场的旗号，就可以为所欲为，都怪自己虚荣心作祟，想中大款，没想到弄成现在这个局面。听着他的发言，在场人员都面面相觑，一脸无语。最后，法庭宣判，杜杰犯敲诈勒索罪，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；犯寻衅滋事罪，判处有期徒刑1年；犯诽谤罪，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。数罪并罚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年6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。民事赔偿方面，判决杜杰赔偿我各项损失共计18万元。听到判决的那一刻，杜杰一下瘫软在椅子上，眼神空洞。判决书宣读过后，杜杰的父在旁听席上哭得昏天黑地。退庭的时候，杜杰经过我身边，他停了下脚步，抬头看着我，声音沙哑：“叶晨，你赢了，这回你满意了吗？”我看着他，平静地说道：“这不是输赢的问题，杜杰，职场不是秀场，也不是你发泄情绪的垃圾桶。你想整顿职场，先得学会做人。还有那顿饭真的很贵，但这堂课更贵。”就在这时，手机响了，是张瑞打来的。从我离职后，他就很少联系我。叶晨，听说杜杰判了，哎，这是何苦呢？对了，公司现在乱成锅粥了，新来的经理想把我们都换掉。那个，你那边还招人吗？我想跟你干。电话这头的我隔着屏幕笑了笑，抱歉，张瑞，我们这边只要能独当面的人，不招和稀泥的。说完直接挂断了电话，紧接着删除了他的联系方式。路过一家档海鲜餐厅时，看到门口的海报上印着澳洲龙虾，特价888元一只。我想起了那个荒诞的夜晚，想起了那10份打包喂狗的龙虾。有人说00后是来整顿职场的，但真正的整顿靠的从来不是撒泼打滚，而是实力和规则。